阿莫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赵色初，这没别人，你该不会以为我还会跟你演什么姐妹情深吧？这是3年前周南轩逃婚，周静默替他娶我那天，我重生了。不是爸妈亲生的又怎么样？和周南轩有婚约的是我，你算什么东西？凭什么回来跟我抢？你信不信？就算你嫁给周南轩，周家和赵家也只会是我的。上辈子我被赵家找回后，假千金赵嫣然对我嫁入周家耿耿于怀，害死阿莫，他也出了力。过来。怎么，终于装不下去了？想跟我说什么？怕别人听见拆穿你乖巧温顺的假面目？原来你也知道自己就是个卑贱下作的冒牌货。赵家唯一的千金是我，首富周家钦定的儿媳也是我。你要是再敢宵小不属于自己的东西，我保证你会死得很惨。不好了，周大少逃婚了！你看我说什么来着？闭嘴！上辈子周南轩逃婚后，阿莫替他出席了婚礼。难道阿莫这会儿已经到酒店了？阿莫，等我来找你。阿莫，等我。把这个畜生丢去海里喂鱼。什么人？什么人？莫哥，太紧张了吧？这几天一个人都没有。要不是当年周金墨那个兔崽子给我下套，替我娶了你，你早就是我的了。难道周南轩逃婚另有隐情？周赵这场世纪联姻全城瞩目，您真要把人家新郎官丢去喂鱼啊？这让人家两家面子往哪儿搁啊？你难道不知道吗？让周家丢面子就是我最高兴的事。至于赵色初，该不会是阿莫为了娶到我故意设计逃婚？可这个时候他根本不认识我。瑟瑟，赵家的家教就是教你偷听别人抢巧啊。阿莫以前从不抽烟的，为什么他跟我记忆中温柔体贴的模样截然不同？你想干什么？嫂嫂不是都看到了，他已经被我打晕，准备扔进海里喂鱼了。今天这婚恐怕是结不成了。不过他长得没我好看，跟他结婚有什么意思？倒不如我来给嫂嫂当新郎可好？倒不如我来给嫂嫂当新郎可好？绑了人家新郎还骚话连篇，莫哥敢说我都不敢听啊！小绵羊，终于忍不住要跟我动手了吗？好啊。你们刚刚不是说要把他丢进海里喂鱼吗？怎么还不去啊？他不死，我怎么会醒了？莫哥，这还不快去！好。嫂嫂这是要来真的？你不想娶我，那你为什么要打晕你哥？当然是为了让我爸不爽了。我们只见过一次面，我可不像周南轩那么随便。难道前世他根本就不想娶我？
你到底是乡下来的野丫头，一点规矩都没有，还差点把嫣然给掐死。就是，这样吧，你搜房间，我下楼去找。抓到他之后，非得给嫣然好好出这口恶气。你说的对，去。糟了，我跟周静默现在还是小叔和嫂子的关系，要是被爸妈看见……糟了，我跟周静默现在还是小叔和嫂子的关系，要是被爸妈看见……别动！啊，周二少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不是让你别动吗？周二少，我好歹也是你的长辈，就算你母家在京都权势通天，也不能这么跟我说话吧？婚礼就快开始了，赵叔不去找人，是想在婚礼上闹笑话吗？你都听到了？要不要我打电话告诉我爸，他儿媳妇公然逃婚？你们想下周家的理念？别！女孩子家家的，她不懂事，闹着玩的。我这就去找她。光讲最伤女孩身体，怎么都不懂爱惜自己的身体。瑟瑟这么不爱惜自己的身体，我会心疼的。是你坏了，对不对？嫂嫂这是把我当成谁了？周静默，婚礼还有1个小时开始，如果你愿意娶我，就来接我，不然我就真的只能做你嫂嫂。这时，周静默喊回来。阿莫，阿莫，赵色初，不然我就真的只能做你嫂嫂。老婆，好像确实比嫂嫂好听。畜生！你把你哥藏哪儿了？你存心让我们周家丢脸是不是？我丢了？嫣然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心里只有你一个。哎，好，我逃婚。反正那个赵色初啊，不过是个乡下土丫头，就算我不出席婚礼，他也不敢多说1个字。哼，还真是个畜生。那就这么说定了。我这就走。是那个衣冠禽兽自己要跑，关我什么事儿？哼，还在说谎。赵家要是和他强强联合，是他商业上最大的助力，他昏了头逃婚啊！你也知道赵家是助力，你宁愿把这么好的姻缘给一个畜生，也不愿意给自己的亲儿子。反正今天周南轩是回不来，不想丢光你这张老脸，今天婚礼的新郎只能是我。你是疯了！我是否赵色初，我决定了。畜生！畜生！
赵色初，我不是故意伤姐姐的，是他教唆南轩哥逃婚，我一时情急才……他怎么会知道这些？你少血口喷人！爸妈，我没有。嫣然从小就长在我们身边的，明事理，识大体，怎么会做这种事情？倒是你，从小长在乡下，心术不正，处处想着怎么陷害我嫣然。上辈子我早就该看清，无论我做得多好，在他们心里始终都比不上赵嫣然这个妖女。既然如此，那这亲情不如不要。爸，我没有撒谎。现在酒店里随便一个人都知道周南轩逃婚的事情，只有跟周家联姻，才能保住公司。可姐姐却教唆周南轩逃婚，这不是要毁了我们赵家吗？周南轩逃婚了，嫣然，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南轩逃婚关我什么事啊？万一是南轩看不上他赵色初呢？可我听到你跟南轩哥的通话，威胁他要是不逃婚，你就死给他看。嫣然啊嫣然，你太让爸爸失望了！你怎么能为了自己一点私情，连家族利益都不顾了？你出去给我找，要是找不回周南轩，从此以后不允许你踏进赵氏集团半步。爸，赵家的一切都与你无关。爸，这里面一定有误会。情况有变，赶紧回来。爸，南轩只是出去透了口气，绝对不是逃婚。等周南轩回来，看我怎么让爸妈收拾你这个小贱人。南轩，你这么快，怎么是你？哎，二少，哎呀，你怎么来了？哎呀，我来保护我的妻子。妻子？难道是？哎呀，二少，你什么时候跟我们家嫣然？哎呀，周静默的外祖姚家在京都只手遮天，要是嫣然被他看上，那周家还不得改姓赵？哎呀，嫣然，你怎么不早说和二少关系匪浅呢？你爸要是知道你们这层关系，那就不会听信赵色初的话，冤枉你了呀。谁是你老婆？周二少，你要是喜欢我呢，你就正大光明来求娶我。我呢，才不像有些人一样随便，不知廉耻。姐姐误会了，她说的不是你，是我。赵色初，你还要不要脸？你是周南轩的新娘，你说这话不丢我们老赵家的脸吗？妹妹，你怎么什么都要跟我抢？周南轩就算了，任二少才见过你几回，他是绝对不可能喜欢你的。不信的话，你们自己去问他。周二少，你说你老婆到底是谁？当然是赵。你老婆到底是谁？当然是。够了！你还嫌丢人丢的不够吗？你也不照镜子看看，你这浑身上下哪一点比得上你姐姐的一根手指头？周二少，人家是名门出身，他是眼睛瞎了吗？怎么会看上你？我才是您亲女儿，您这么迫不及待贬低我，是想证明自己有多卑劣吗？你，二少，你先和嫣然出去走走，等我处理完这个你留下。爸，我说女人也是你想动就能动的。周金墨，你竟敢打我爸，你还想娶我？我就算是死，也不会嫁给你的。那你就去死啊！你也不照照镜子看看，我为什么会喜欢你呀？周南轩已经逃婚了，所以现在新郎换成了我。从现在开始，赵色初就是我周金墨名正言顺的妻子。谁要是敢动她，就是跟我作对；谁要是敢动她，
就是跟我作对。色初，这说的都是真的。那我们刚才……走。不准走！你们这对狗男女早就勾搭在了一块儿吧？我已经给南轩哥哥发消息了，我倒是要看看他回来，你们怎么收场。你说的是这条短信吧？南轩哥哥的手机怎么会在你那儿？还给我！他不会回来了。周南轩现在应该已经在公海里喂鱼了。啊！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赵嫣然的脸难看成那个样子。我也是第一次看到，这么文静乖巧的皮囊下，还住着一头野兽。那么，喜欢这样的我。这是什么？婚前协议。本婚姻无任何感情基础，双方互不干涉彼此生活，不得同房，1年后离婚，不得纠缠，财产完全独立。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既然是假结婚，当然要提前立好协议，免得以后离婚的时候财产分割不清。前世他虽然是替周南轩娶我，可婚后我们相敬如宾，他从来没提过离婚，怎么这次一切都变了？如果你对我没有感觉，为什么要答应替换？周南轩那个蠢货，跟赵嫣然那样的人掀不起什么风浪。倒是你，我原本以为你只是一个养在乡下的野丫头，没想到你比我想象中有趣的多。不用麻烦。这婚我不结了。你什么意思？我说我不愿意当你和周南轩争斗的工具，这婚我不结了。这婚我不结了。外面的横幅全部都已经立好了，所有的宾客都知道今天婚礼的主角是我们2个人。你不结婚，不可能。够不够？不够，再来。如果不是我撞见你绑架周南轩，你是不是要装成受害者，然后骗我跟你结婚，还能装成爱我的样子，骗我一辈子？没有这种假设。周静默，你混蛋！我好想你，你不是的。他是谁？他是谁？你突然悔婚是不是因为他？是。他是谁？是周南轩吗？他也配？那他到底是谁？
不是说我们的婚姻没有感情基础，那各玩各的，不是挺好的？各玩各的意思是，你玩我，我玩你。你真想知道他是谁？其实，他是……莫哥，会场那边准备。我去补妆。可以啊，莫哥，跟嫂子感情培养的够快啊！别拿你的脏手碰我，把我西服都弄臭了。臭吗？我昨天刚洗的。帮我调查一个人。谁啊？一个野男人。真好啊！确实啊。熟悉的场面，熟悉的面孔，还有熟悉的人，一切都跟前世一模一样。可不同的是，安某，我的心早已无法控制的奔向了。请新郎为新娘戴上戒指。上辈子我怎么就没发现，其实他也紧张的要命了。请新郎亲吻新娘。可以亲吗？不能亲哦，把我当狗逗你。你不喜欢？来，我们拍照。前世婚礼结束，周南轩发现我成了阿莫的新娘，心有不甘，想要强暴我。赵四处！虽然阿莫发现及时救下了我，可周南轩却拿脸上的伤做文章，陷害我。你个逆子，居然为了一个乡下丫头和你大哥动手！新闻上都说你暴力自随，没有资格继承周家。不是什么乡下丫头，她是我名门正娶的妻子。你还不知道悔改？从今天起，暂停你一切周氏总裁的事务，直到你给你大哥道歉为止。阿莫为了我退出周氏，拿了30%的股份自立门户，用了整整3年才创立自己的商业帝国，吞并周家。这一次阿莫把他丢得够远，他虽然没有回来，可也得以防万一。怎么了，楚楚？你能不能帮我个忙？我记得你有很多记者朋友。楚楚，你那边怎么了？楚楚，新婚当天还联系别的野男人，但我是死的。你还我！我是赵四初的丈夫周金木。瑟瑟他年纪小不懂事，耐不住寂寞，犯了错我可以包容，但我绝对不会包容你。你是不是误会了？别让我找到你，你这个只会觊觎别人妻子的阴沟老鼠！跟我走。啊！你放开我！你带我去哪儿啊？等会你就知道了。你带我来这做什么？你在婚礼上吻了我。那是司仪的要求，我总不能让那么多宾客都看我笑话吧？阿莫，你这么纯情，就因为吻了你一下，就要跟我领证了？那是我的初吻。原来
前世他那么多的第一次，都给了我。赵策初，你得对我负责，给我一个名分。他根本就不算吻，最多就算亲了一下。谁教你的？又是那个野男人。韩墨，让我来教你。学会了吗？这才叫吻。没有学会，再教一次。你确定要用他教我的吻技，再要我吻你一次？你要是再在我面前提那个野男人，等我找到他，我一定把他碎尸万段。你不会，哪有人对自己这么暗的？看我会不会，小郑。看来有些人不光没经验，就连常识都没有，连民政局星期六不上班都不知道。你有经验啊，就好像你结过婚似的。我当然没结过。周泽成那个老狐狸不会允许结过婚的女人做自己的儿媳妇，可他刚刚的神态分明就是。领证的事明天再说，你先上车等我，我接个电话。连接个电话都鬼鬼祟祟的，他就不这样。楚楚，你要的记者已经帮你安排好了，就在你左后方的车里。谢谢哥哥。木哥，我已经按照你的吩咐，把他埋到男生的坟地了，埋得不深。这会儿他应该爬出来了。不过那小子回来了，他肯定会找你家老头告状。要不我把他弄到国外算了。告啊，就怕他不告。最好是老东西能够一气之下把我赶出公司。那咱们的计划不是都泡汤了？我妈临死之前，老东西答应过的，要我离开周氏必须给我30%的股份。现在就差这股份，我外头的公司就能上市，与周氏抗衡。谢谢哥哥。四叔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四叔，你要相信我，逃婚不是我的本意，都怪我那个弟弟周清墨，他不想让我娶你，居然在婚礼上把我打昏，还丢去了南山公墓。是吗？那昭嫣然教唆你逃婚，也是假的了。是不是周清墨跟你说什么了？哎呀，他从小心思重，又嫉妒我处处比他出色，所以才满口谎言。你可千万别信他。周四楚，你怎么敢让别的男人碰我？怎么敢？你可千万别信他。我不信的。赵四楚，你的吻和10万都是你骗我的手段，对吗？我不信他，难道信你这个背地里重伤亲弟弟的卑鄙小人？你说什么？你放开我！我现在是你弟媳，你再敢对我动手动脚，阿莫他不会放过你的。别不自量力了，你消失这么久，他都没来找你。周金墨他根本就不在意你，他娶你不过是为了刺激我。你一个乡下丫头，真以为他会看得上你？阿莫，难道你娶我的初衷只是为了跟周南轩置气吗？四楚，我跟他不一样，我不嫌弃你的出身，只要你能跟我去爸面前承认是周金墨逼你跟他结婚的，我会重新给你找婚礼的，让你成为周家最尊贵的夫人。
真是被那小狐狸迷了心智，居然还会出现幻觉。周金墨是不会来救你的，因为他根本就不爱你。阿木，你真的从没爱过我吗？色初，既然你不乖，非要嫁给周金墨，那我就跟你生米煮成熟饭，我看这个畜生还要不要你。别碰我！虽然你养在乡下10几年，但这身材皮肤一点不比嫣然差呀。放心，只要你听话，我一定不会弄疼你的。好香啊！周静墨，你是不是根本就不在意我？周金墨，你想干什么？你这手动他的，周金墨，我可是你哥！走！他哪只手碰的你？和我的女人，找死！你的女人，她如果知道你是多么卑鄙阴暗的畜生，她还愿意当你女人吗？你别忘了，你当年因为什么才被特种队除名？再敢在她面前胡说八道，我要你的命！还是冷吗？把手给我。周静墨，到底哪个才是真实的你？记忆中的他，从不会有这样暴力的一面。难道从前他一直都在我面前伪装？怕了，怕就滚下车，现在还来得及。无论你变成什么样子，我都无可救药的爱你，哪怕你现在不爱我。混蛋周金墨，你刚刚去哪儿？你为什么不早点过来？你知不知道我差点就……赵色初，招惹了我，为什么不能乖乖待在我身边？你到底让我拿你怎么办？对不起，明明是他先在周南轩面前说不信我，可我却没法狠下心来对待，就仿佛我命中注定只能被他操控支配着情绪。妈的！
阿莫是甜的。周色初，你别玩我了。我爱你都来不及，怎么会玩你？你跟周南轩说不信我的话，我都听见了。傻瓜，我没有不信你，我比谁都清楚你是什么样的人。反倒是周南轩的话，我一句也没有信。在我心里，阿莫就是最好的人。真的？所以阿莫，要不要再来一次？回去再说。不过是轻轻碰了一下，这就受不了了。今晚新婚夜，你可别给我丢人了。孟哥，什么丢人啊？你怎么在这儿？不是你让我一直住这儿的吗？真是被那只小狐狸给搅糊涂了，脑子都不清楚了。我让你找的人，你嫂子的那个野男人找得怎么样？那不是你嫂子吗？你不就是野男人？新婚打人家新郎，还有比你更野的男人吗？你开玩笑嘛？你看，都在这儿了。嫂子从小到大接触的所有男人，其实没什么异常的。有一个跟咱们认识的那个杂碎还是同名，听说是嫂子高中的时候转到嫂子班里的，读了不到半年就转走了。转走之后，嫂子就再也没和其他男人接触了。所以我觉得他一定是嫂子的白月光。哎呦，滚哪！不会你回来我就一直住在这儿。今晚是我新婚夜，该去哪你不知道吗？好，得嘞，有了媳妇儿忘了兄弟。前世跟阿莫婚礼后，就跟他住进了周家。这时他为什么要带我来他的私宅？这是……别动！这么快啊？什么这么快？你刚刚有反应了，我以为你哄他去了。谁教你的这些？又是那个野男人，对不对？周静默，上辈子替婚的真相你瞒了我整整3年，这辈子也该我逗逗你了。你猜？赵色初，你把我当狗玩是不是？想扔就扔，想溜就溜。阿莫就算是狗，也一定是最乖的狗。说的没错，就算是野男人想要当狗，也得排在我后面。从今往后，你只能是周太的。阿莫，我有必要提醒你，你大哥也姓周。瑟瑟，你不乖啊。有一句话周南轩说的没错，我确实不是什么好东西，甚至比他更恶劣。前世他冷静自持，就连在床上也克制疏离。周静默，
这辈子你会让我看到不一样的你吗？我只想看到最真实的韩墨。你不会喜欢真实的我的。不试试，怎么知道？去哪儿？找错事。不要。在你没决定好要孩子之前，我不会伤害你的身体。是你回来了，对吗？赵色初，你又把我当成谁了？不要走，韩墨，从始至终没有别人，我爱的一直都是你。对一个只见过两面的男人说爱，你的爱可真廉价呀！既然你心里还有别人，那我们迟早会离婚。我绝对不会碰你。从今以后，你睡卧室，我睡书房。蠢男人，连自己的飞醋都吃，还说我廉价。我看最不值钱的就是你。家产风波，首富周家二少当街殴打兄长，一替婚真相被揭穿，恼羞成怒。该来的还是来了。哥，看你这状态，昨晚一定是酣畅淋漓了吧？你说咱哥几个会不会从一无是处的群民，在你的带领之下变成无一是处吧？滚！怎么了？你昨晚不会没做吧？你真没做啊？那这竹院是你妈留给你的私产，我以为你带她住进来，就是认定她是女主人了。她不喜欢我，我不能这么卑劣。不是你都强娶人家了，你在这装什么呀？穿这么性感就下来了，也不怕别的男人看到。嫂子好。阿生来了。他叫梁佑生。哦，阿生。你交代我的事，我先去办了。韩墨，他刚刚找你什么事儿？我的事儿好像跟你没关系吧？就算有事要做，也不能饿着肚子吧？周南轩从小被爷爷宠坏了，昨晚他吃了这么大的亏，今天绝对不会太平。无论发生什么，你就在家待着，哪儿也别去，等我回来。韩墨，前世你就是用这种话堵住我，然后自己默默承担一切的吗？我就在家，乖乖等你回来。那个野男人到底是怎么把他调理的这么会？3、2、1。
阿莫，这辈子我不会再让任何人算计你。楚楚，昨晚记者拍的照片都发到你手机上了。畜生！你怎么敢把你哥打成这样？赶紧滚回老宅，给你哥道歉，否则我周家的1分钱你都别想拿到！阿莫，你就是在这样腹不慈、胸不有的环境里长大的。哎呀，周金墨这个混世魔王，仗着外祖姚家在京都权势滔天，就不把咱们周家放在眼里了。没错，帝夺凶妻已经违背人伦了，他还为了掩盖真相，还想杀兄灭口。今天呢，请各位长辈来，就是做个见证。这个不孝子周金墨目无尊长，铸成大错。若无悔改之心，当处以家法，逐出周家。来，喝茶。还是你有办法。能想到找记者曝光周金墨打我这招。那些记者不在意真相，只在意噱头。依照周金墨的性子，他也懒得解释这么多。那么多长辈在场，好好教育教育。今天啊，势必让他滚出周家。不愧是豪门养出来的名媛千金啊，比赵瑟初那个草包简直聪明100倍。终于来了，周金墨，今天就是你身败名裂之时。哼，混账东西，你还有脸来啊？难道不是你给阿莫打电话，逼他来的吗？阿莫，前世他们就是这样将热茶泼在你身上的吗？怎么是你？周金墨那个孽障呢？该不会是周金墨自觉犯下滔天大罪，不敢出面，让一个乡下丫头来替他顶事吧？四叔，这事跟你没关系，你还是赶紧打电话叫周金墨过来，免得惹祸上身。我既然嫁给了阿莫，就是他的妻子。阿莫为人儒雅自持，脸皮薄，不屑与你们这些流氓无赖争辩。可我不一样，今天我来这儿，就是要给我老公讨个公道。放肆！今天在座的都是你的长辈，果然是个乡野泼妇，毫无教养。你跟那个逆子周清墨倒是天生的一对儿。你们也说了，我是乡下来的，在座的诸位对我从未有过教养之责，算我哪门子长辈？妹妹啊，你怎么过门第一天就对公公如此无礼呀？还不赶紧给周伯父敬茶道歉，免得让外人说咱们赵家没有家教。你想靠死我？妹妹，明明是你自己没拿出茶盏，简直是岂有此理！俨然是我请来照顾南轩的，我还没死呢，一个刚过门的心腹就敢当着我的面教训我的贵客吗？来人，把这个贱人给我抓住！不是说你是周金墨的妻子吗？今天这家法，你替他来！今天的家法，你替他来！阿莫，瑟瑟，阿莫，阿莫，前世你也是被他们这样屈打成招的吗？那时你的心里又该多委屈无助。赵四叔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今天你当着众位长辈的面
替周金墨下跪，跟你哥还有嫣然道歉，我就放过你。阿莫没错。当然，你还有第二条路。给周金墨打电话，让他来救你，你就不用挨家法了。我是不会叫阿莫来的，我可不像某些畜生，连自己亲生儿子都下得去手。好一个牙尖嘴利的丫头，这一巴掌太便宜你了。不知道这家法下去能不能承受得住？哎呀，四叔，你就跟爸认个错吧。这一棍子下去，轻则皮开肉绽，那重则可是伤筋动骨啊。那上辈子的15棍家法，阿莫又是怎么撑得下去的？现在知道害怕了，晚了。嫣然，你又不是不知道啊，我心里只有你一个。好，我逃婚。那个赵四叔就是个乡下土妞，就算我不出席婚礼，他也不敢多说一个字。这是南轩的声音。逃婚居然是南轩自愿的，我们岂不是误会静默那孩子了？这录音伪造的，大家别信他，都别相信他。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大哥难道还想像昨晚一样再欺负我一次吗？啊！你说什么呢？赵色初，明明是周金墨那个畜生把南轩打成重伤，你还要颠倒是非黑白，污蔑南轩。就算南轩主动逃婚，这阿莫也不能为了一个女人把自己大哥打成这样吧？是啊，兄弟如手足，女人如衣服，何况还是一个拿不上台面的村姑。周金墨如此不分轻重，难堪大人。这四叔，即便你拿出了南轩逃婚的录音，以为就能替他脱罪？你太高估你自己，这次没有人能救得了你，没有人能救得了你。今天你这一棍子打下去，你最疼爱的儿子周南轩猥亵弟媳未遂的视频和照片就会传出去。你说什么？四叔，你既然不乖，非要嫁给周景墨，那我就跟你生米煮成熟饭，看那个畜生还要不要你。你不是说我颠倒是非黑白吗？现在证据摆在这儿，阿莫会打他是因为救我，你现在满意了吗？你真是饿了，周南轩，你不是对我说过不会对这个乡下野丫头动心吗？够了！我周家是做了什么孽，娶了你这么一个贱人，把这种视频放出来，败坏你大哥的名声，搅得我周家家宅不宁。如果我不拿出这个视频，那阿莫的名声又有谁来为他证明？那个逆子名声早就臭了，但是南轩的清白容不得任何人玷污。你以为你摔了手机，我就没备份了吗？为了阿莫，我可以付出一切。你们没人在意他，我在意；你们没人偏爱他，我来爱。你为了周南轩这个混蛋，一次又一次的伤害阿莫。既然这样，那我就亲手毁了你最爱的周南轩，就亲手毁了你最爱的周南轩。等等，赵四叔，你要怎么做才肯删掉视频，放了南轩？很简单，我要你将周氏集团50%的股份交给阿莫，另外永远不得撤销阿莫在周氏集团的总裁职位。你的胃口未免太大了吧？你做不到啊，那你就只能等着周南轩身败名裂吧。四叔，站住！我答应你。爸。嫂子，
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把阿莫迷晕了，然后什么？你把莫哥迷晕了？嫂子，你知不知道你坏了莫哥的大事？什么意思啊？莫哥故意不处理昨天晚上周南轩受伤的新闻，就是为了让老爷子把他赶出周氏，好拿到30%的股份。原来前世他受家法被逐出周家，都不是因为我，只是一场苦肉计。周静默，你到底什么是真的？不好意思啊，嫂子，莫哥不让我跟你说，他要是知道，他一定撕烂我的嘴啊！贱女人，这是你抢了我儿子的股份，我杀了你！瑟瑟小心！我要杀了你！小心！瑟瑟，你没事吧？周静默，你这个骗子！瑟瑟，我说过，只要你能消气，这边脸也可以打。我还是第一次见莫哥这么贱的，丢了股份还要乖乖给嫂子打脸，这不是狗吗？妈，谁把你撞成这样的？回去再跟你算账。妈，夫人，没事吧？你没事吧？就是他撞的我。阿莫的运气不是10几年前就死了吗？周静默，你疯了！你这是谋杀！我要告你！告我！周静默，你要干什么？妈！小的时候他就用过这招，装疯卖傻，捅死了我妈。现在我长大了，他又想用同样的办法捅死我老婆。静默，当年的事儿是误会啊，聂礼仪不是故意的，他精神有问题，控制不了自己的行为啊。误会？那我现在杀了他，是不是也是误会？南轩，静默，放心，我不会让他这么轻易死的，我会慢慢折磨他，让他看着最心爱的儿子一步一步被我踩在脚下，弥补我妈当年的尊严。你疯了！给我住手！你个畜生！爸，不是您让我住手的吗？你再说，论起畜生，谁能比上大哥？你为了你那个小青梅赵嫣然，在婚礼现场抛下瑟瑟一个人，就觉得她除了你谁都不能嫁，对不对？但我告诉你，错了，这个新郎不是非你不可，你这条臭鱼！大哥，说话就说话，动什么手？静默，这是你大哥呀！你非要闹得咱们周家是鸡犬不宁，兄弟戏强，来气死我啊你！周静默，够了，我们回家吧。好，我听瑟瑟的，咱们回家。四叔，别被周静默骗了，你以为他真是什么好人吗？他替我娶你，不过是看在你是赵家千金的份上，想要利用你来对付我罢了。那又怎样？就算他利用我，我也心甘情愿。站了这么半天，我脚都累了。娇气，帮你好不好？瑟瑟，瑟瑟，你骗我！你在婚礼上骗我，计划拿走周家股份，也瞒着我。你从一开始就在利用我。瑟瑟，我可以解释。我用不着你解释。你是京都周家的少爷，我呢，我只是一个从乡下长大的小村姑。我们的身份本来就天差地别，比的是跟我。
如果说你真的不在意我的事情，为什么要在周南轩面前说甘心被我利用的话，维护我的脸面？瑟瑟，承认吧，就是在意我。隐瞒你要拿股份的事情是我不对，可你也迷晕了我，破坏了我的计划。我们就算扯平了，好不好？我迷晕你是为了你好，我不忍心看你被周家那群混蛋耍，所以我自己去面对他们，给你争取了周家50%的股份。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这周家的人个个比狐狸还贱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原来你也知道你们周家是什么地方。周家所有的人都是一群老狐狸，我为了你拿到这份合同付出多大代价你知道吗？瑟瑟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，你不是不知道，也许周南轩说的对，周建墨，你从来就没有爱过我，你只是在利用我。我从来没有想过利用你，我瞒着你，只是不想看到你卷进周家的漩涡里，我害怕。你怕什么？我怕你像我妈一样被他们给害死。24年前，就是在这里，我妈刚生下我不久，就被那个疯女人一刀给捅死了。你说的疯女人，就是在周家那个想要杀我的人，她是周南轩的生母。难怪他不让我碰这相框，原来上面的女人是他的王母。周南轩他不是我爸的亲生儿子。那你爸为什么那么偏袒周南轩，甚至连你这个亲生儿子都不顾？周南轩的生父为了救我爸丢了性命，他妈也因此精神错乱。原来阿莫和周南轩不是亲兄弟，难怪前世他对阿莫下那样的死手。我爸他为了报恩，将周南轩视如己出，那女人也把我爸错认成了亡夫。为了照顾这对母子，他丢下怀孕的我妈，让她独自一个人承受分娩之痛。后来呢？后来，我妈她一个人生下我，就在她忍无可忍，去找周泽成那个畜生要说法时，她居然看到周泽成抱着那个女人，他们一家3口才仿佛是一家人。从那一天开始，我妈她彻底死心了，打算跟周泽成离婚，可是她居然追到竹院了，说那个女人精神失常，说他们2人之间清清白白。就在我妈打算跟他重归于好的时候，那个疯女人，她拿着一把刀，她大喊着我妈是小三，就这样被他给捅死了。他杀了人，为什么还可以逍遥法外？我爸他以精神失常为由，把那个女的给保释了，就这样一直把她养在周家。这也是我为什么一直不带你回周家的原因。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？上辈子你就不告诉我，
这辈子要不是我自己发现，你是不是还打算一直瞒着我？傻瓜，你在说什么傻话？人哪有上辈子这辈子的？当初你嫁给我不是自愿的，所以我不想把这些告诉你，怕你有负担。我怕在你离开我的时候，如果我根本就不想走呢？周清墨，你永远都是这样，从来不问我的意见，就自己替我做决定。你这根本就不是为我考虑，你是从来没有把我当成过跟你面对一切的人。不是的，瑟瑟，瑟瑟，瑟初。周氏50%股份，我靠！你家老爷子那么抠，嫂子怎么做到的？牛啊！我现在真是越来越崇拜嫂子了。不是你变态啊！我老婆，你崇拜什么？不过，她确实挺厉害。瞧你那不值钱的样子，昨天晚上又惹嫂子生气了吧？哎呀，这个连床沿都摸不到的痴汉，你也好意思叫人家老婆呀？你懂什么？这叫情趣。昨天晚上是他求着我要上床，我故意不……这次找记者的事多亏你帮忙，我请你吃饭，不如就老地方，上水餐厅吧。走。我求你。不是我，不是的，我开玩笑的。我求你离我远一点。哎，你去哪儿？要不要我送你啊？哎，我求你离我远一点。去！你有没有听到瑟瑟要去见什么人啊？野男人！哎，尝这个，这个很吃老实。这个不错，尝尝这个。分类试试。是，楚楚，你还是像小时候一样，连牛排都事先帮我切好。楚楚啊，哥，能再见到你，真是太好。上辈子哥哥本来已经拿到了国外研究所的 offer， 可却在阿莫死后，为了保护我被周南轩撞断双腿，错失大好前途。楚楚，你是不是回到赵家受什么委屈了？如果是受委屈了，就回陈家。虽然说我跟爸妈跟你没有什么血缘关系，但毕竟养你这么多年，我们才是你真正的家人。想家就回来吧，啊！我哥，嫂子居然给你戴绿帽子，你瞎了！你嫂子只是一时鬼迷心窍，被那个男人给勾引了，一定会回到身边的。不是，他们当着你的面搂搂抱抱，这能忍啊？再等等，瑟瑟拒绝我那么多次，一定也会拒绝他的。我不能走，赵嫣然替我过了20多年的好日子，我还没从他手里拿到本该属于我的东西，我不能现在离开。那就是你那个新婚丈夫，他对你不好。他对我挺好的，只是……楚楚，你是不是还放不下当年那个混蛋秦霄的事？楚楚，你是不是还放不下当年秦霄那个混蛋的事？赵瑟初，逃不掉了。你还碰他？周金墨，
你怎么在这儿？你跟踪我？我担心你啊。楚楚，这位是？老婆，怎么不介绍一下？他这是误会我跟哥哥了。他是我陈若慈。好耳熟的名字，怎么想不起在哪儿听过了？幸会。招金墨，瑟瑟的老公，合法的。你疯了？哪有人出门随身揣着结婚证啊？合法的。他怎么能朝别的男人笑得这么灿烂？我们拍结婚证时，他都没这么笑过。我和初初从小是青梅竹马，他是我从小抱着长大的。哎，你说你合法，那我跟他22年的时光，你拿什么跟我比啊？这什么情况？他们干嘛？这太激动了！刚就行啊！就凭我可以光明正大的亲他，而你永远不可能。怎么了，老婆？还想亲呢？别急，老公回家好好亲。我说初初啊，这个人这么幼稚，你确定跟他在一起真的能幸福？哥，你就别逗他了，他平时也不这样。你叫他什么？你叫他哥？你都没有叫过我哥。我等等，你叫他什么？他是收养我的陈家的哥哥，比亲哥还亲的那种。啊，原来是哥哥！你怎么不早点接受？你也没给我机会啊！哥哥好，久仰久仰。你还是别这么叫我，我可不是你哥。哎呀，哥，你别这么见外嘛！你是瑟瑟的哥哥，也就是我哥哥。你先去结账吧，我跟哥还有话说。啊，好，我走。初初，这小子看着可是一点都不沉稳，一点都不像是可以托付终身的人。你确定要因为一场联姻把你后半辈子搭进去吗？哥，我和他不是联姻，我很喜欢他，而且他其实内心也不像表面那么轻浮。好，只要初初你觉得幸福，怎样都行啊。哎，不过如果他要是敢欺负你的话，那你可千万别忍着啊。这赵家人不肯跟你去撑腰，别忘了你还有你哥和整个陈家作为你最坚强的后盾。谢谢哥。又不是亲生兄妹，干嘛要一直搂搂抱抱？老婆，我们走吧啊！周金墨是吧？我有几句话想跟你说。哥，放心吧，妹妹，我不会为难他的。你先下去。我知道娶初初不是你的本意，但既然你们结婚了，我希望你能好好对她。虽然说我们陈家不如你们京都的姚家和周家势力大，但是如果让我知道你辜负了初初，那我会豁出我的性命，也绝不会放过你。如果真有那一天，我自己也不会放过我自己的。虽然娶初初不是我本意，但我现在很确定，我爱她。
居然说的话都跟初初说的一样，他们才见过几次面，就爱得要死要活。不过现在我惹瑟瑟生气了，她大概不会再原谅我。我自己的妹妹啊，我还是很了解的。她就知道吃软不吃硬，你只要好好的哄她，再天大的事情都不是事儿啊。那怎么哄啊？据我的了解，她最想要进的是赵家的公司。我懂了，谢谢哥。去吧。楚楚，哥只能帮你到这儿了。瑟瑟，你会开车吗？会啊，怎么？我突然想起来，我把梁佑生落餐厅了，剩下的路你能不能自己开回去？啊。这是赵家公司的位置，他来这儿做什么？就是啊。你说的是真的？赵色初真的为了周静默去周家大闹，敲诈了周氏50%的股份？千真万确啊，爸！我以为妹妹只是乡下来的，没见识了些，没想到她竟如此不识大体。咱可千万不能让她进到赵氏啊，要不然赵氏也会被她搅得鸡犬不宁的。可是当初我答应过她，只要她同意联姻，我就让她进公司。哎呀，这还不简单？只要就是先生，你不能接！董事长、大小姐，我实在拦不住。你先下去吧。是。静默呀，你来赵氏怎么不提前跟岳父打声招呼，我好让嫣然下去接你啊？岳父岳母只有瑟瑟一个女儿，未来整个赵氏都是他的。我进我老婆的公司还需要外人来接？在赵家，最看重的就是能力，没有能力，哪怕是我的女儿，也休想踏入赵家半步。那我要是以周家大股东身份，要求未来周赵两家的合作，赵色初必须是唯一的对接人。周金墨，你疯了！你让一个毫无经验的赵色初来对接，你就不怕对你周氏造成损失吗？就算拿整个周家给瑟瑟玩，我也心甘情愿。再说，我看过瑟瑟的简历，她的学历和能力绝对可以胜任赵氏任何职，再不济也比赵氏某些饭桶要强。你，哎呀，想让色初进公司可以，不过周家对赵家的竞标项目投资要再追加5000万。5000万，岳父的胃口可真大呀！这也是对色初的保障。有了这5000万，色初进了公司，腰杆子也能硬气些。怎么了，周二少？刚刚不是还说把整个周家赔给妹妹都心甘情愿吗？怎么了？区区5000万就不舍得了？好啊，这5000万我出，但我要求色初进赵家，要做他总经理的位置。你好，就按你说的办。不是5000万，可是咱们公司面临上市，资金链紧绷，上哪去找5000万啊？要不莫哥，等熬过这段时间，再让嫂子回赵氏。不行，陈若慈说了，这是瑟瑟一直以来的梦想。这样，先把竹园那套房子抵押出去，等公司上市之后再赎回来。那可是阿姨留给你的房子啊！房子是死的，比起死物，我更珍惜眼前人。妈妈她开明大度，我想她如果还在的话，一定会跟我一样，支持色初，支持我的决定。哎，莫哥这是彻底陷进去了。
不过嫂子也确实知道。楼上还有一些。好嘞，走。住得好好的，干嘛要搬去你爸给你置办的婚房？你们父子俩不是向来不对付吗？我想了想，他给的房子不住白不住，不然也是便宜了周南轩。我看你是不想便宜任何人吧？你是觉得我还没资格住进你妈妈留给你的房子吧？不是，瑟瑟，你误会。什么？同意我进赵氏集团？今天下午就到岗？这么着急吗？好，我会准时过去的。钱是阿木拿到周氏后，我才争取到了进赵氏地产的机会，而那时已经是我们婚后1年半了。为什么这次爸爸会提前这么久让我进公司呢？瑟瑟在想什么？想亲？送我去赵氏地产。好。你不好奇我去做什么？瑟瑟有自己的安排，我相信你。你不对劲儿，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？想来也是，他这会儿又没对我动心，怎么会知道我想进赵氏集团？更别提帮我。可这次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呢？赵家复杂，不比周家简单。我把梁佑生借给你，他出身特动队，会在暗中保护你。只要你叫他，他就会出现。好了，去吧，晚上我接你回家吃饭。那是你家，不是我家。别忘了，我们只是契约婚姻，迟早有天会分开。瑟瑟，从你答应嫁我的那刻起，你所有的回头路都已经被我封死了。我的宝贝女儿，这是怎么了？啊！我不过才做了半天副总，外面的那些员工就都说我是冒牌货假千金，说妹妹一回来就要给她腾出位置。哎呀，谁敢这么说？我现在就开了他！哎呀，你呀是爸的宝贝女儿，你要是说连你都不算赵家千金，那赵家就没有千金了。哎呀，不哭了啊！我现在就去开除他们，替你报仇。还是算了，您开除了他们，会给您招来闲话的。除非……你看看，你要是有你姐姐这一半的大度，事情也不会搞成这个样子。还不赶紧去发声明，说这个总经理的位置是你自愿让给你姐姐的。还愣着干什么？快去啊！快去啊！这次我绝不会再轻易让位。
爸，您尝尝，这是我亲手泡的茶。我女儿从小就跟着茶艺大师学习泡茶，这手艺自然是极好的。确实是好茶，这绿茶味冲得很，我在门口就闻得一清二楚。你骂谁绿茶呢？爸，你看妹妹，她骂我。爸爸能夸姐姐泡茶香，我夸姐姐泡茶香，他怎么就误会我呢？你又不是……好了，听说你要进公司，你姐姐把总经理的位置都已经让给你了，你怎么还不懂事，跟她争口舌之快？果然还像前世一样装大度，把职务让给我。啊，姐姐经验比我丰富，我一个新人怎么能做总经理的位置呢？再说了，万一有不懂事的员工觉得我一回来就霸占了姐姐的位置，到时候拿姐姐假千金的身份压迫她，那怎么办？他怎么知道我安排了员工议论我身份，好逼他把总经理的位置乖乖交出来？不会，这赵氏啊，可不像妹妹村里的长舌妇，他们有员工守则约束，不会妄议上司的。你以为赵氏是什么？赶紧收起你那副小心思，别让人觉得我赵新成的女儿是个没见过世面的蠢货。既然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话，那我就放心了。你该不会是怕你自己的能力没你姐姐强，胜任不了，丢人吧？这是赵氏集团新竞标项目的策划案，既然爸爸和姐姐愿意相信我，那我也愿意尽力试一试。居然还有策划案！这个赵司厨为什么好像早就知道我的计划一样，把一切都安排得天衣无缝。妹妹不愧是5年就本硕毕业的高材生，这个策划案姐姐自愧不如。不过这样的策划案怕是脱机做不出来吧。既然妹妹和周二少计划好了要进公司，刚刚又何必假惺惺的推辞？我什么时候跟他……好了，这个策划案做的还将就，不过以赵氏目前的情况，不是一份策划案能够力挽狂澜的。你跟周二少新婚，你让他给我们多投几个项目，这赵氏不就很快成为地产业龙头了吗？我跟周静默看起来恩爱，实际上他对我防备很深的。投资的事，女儿恐怕办不到。你胡说，他明明为了让你进赵氏都……你胡说，周静默为了让你进赵氏都……你别忘了啊，当初让你嫁进周家，就是为了让你利用身份为我们赵氏谋好处的。你要是干不了，这联姻的人也可以随时换成你姐姐。我明白了。好了，出去吧。前世就是你的好养女，把赵氏带向了灭亡。既然你这么信赖他，那这赵家我要定了。只是赵嫣然刚刚为什么说我能进赵氏是跟周静默有关系？二小姐，我是董事长给您配备的助理，叫我晨曦就行。晨曦，上辈子赵嫣然把他安插到我身边，他可没少替赵嫣然往我身上泼脏水，甚至连赵氏破产的那份合约都是他。怎么了？是什么？我跟二小姐第一次见面，不知道哪里得罪了二小姐，让你这么羞辱我。他们是果然是没见过世面的乡下丫头，还想给我立婚。我爸说赵氏员工要遵守员工守则，员工手册第2条，在公司要叫职称。你叫我二小姐，是想让所有人都觉得我这个总经理当得名不正言不顺吗？
不，我没有这个意思，只是委派突然，我一时忘了改口。赵总经理应该不会这么斤斤计较吧？委派突然，那你的意思是，怪我爸这个董事长没有提前通知你吗？赵总经理，我错了。我也不是故意为难你，只是以后在我手底下做事，必须得高标准要求自己。原来是4立那人的软柿子，就知道他不敢拿我怎么样。我初来乍到，业务不熟练，这些合同你手动录入到电脑里，录完发给我。这么多，好。等等，这些合同里有一份跟西海集团合作的合同，这个项目要是谈下来，我们赵氏今年的盈利至少能提升20%左右，爸爸也一定会对我刮目相看的。得赶紧去告诉大小姐这个消息。月儿马上就要上钩了，赵嫣然，上辈子你泼我的脏水，这辈子我会悉数奉还。不好了，莫哥，出事了！莫哥，不好了，出事了！慢慢说。秦霄回来了。你让我监视周南轩，我派去的人说了，他最近一直在接触秦霄，想调查你当年离开特工队的原因。找死！没事儿，你已经是周氏的总裁了。就算当年的事爆出来，也撼动不了你的地位。这件事情绝对不能让四嫂知道。是，嫂子知道了肯定会误会。她知道了一定会心疼我的。四嫂这么关心我，我一定要尽快拿下周家。好好的事业脑，怎么自从嫂子出现就变成恋爱脑了？还有个事儿，嫂子当初那个野男人找到了。野男人？轻点，别把我手机弄坏了。公主，请上车。谁让你把头发染成这个颜色的？谁让你把头发染成这个颜色的？我以为你会喜欢啊。你调查我？思思，我可以忍受你不爱我，但是我无法忍受你的心里还装着别的男人。我没有。那你为什么看见我和他染同样的颜色反应这么大？赵色初，你明明说过你爱我，却又放不下的，你是要把我的心都玩碎了吗？你混蛋！一巴掌接一口。瑟瑟，再来接一口。仇金墨，你没有尊严是不是？在自己老婆面前要什么尊严？原来这才是真正的你，周金墨，你装得很累吧？大小姐，那个饭桶说了，只要拿下这个项目，就能让董事长对他刮目相看。做得不错，等我拿下星海集团，重回总经理的位置，好处少不了你的。赵色初，你一个从没跟海都豪门打过交道的土女，还想跟我抢合作？喂，今晚约上星海集团的大少爷张天一起玩玩，我有一份大礼要送给他。看来他根本不知道，跟星海合作会令赵氏直接破产。
你鬼鬼祟祟的想吓死我？我合同忘带了，光明正大回来取一趟。要问鬼鬼祟祟，好像是你更可疑才对了。赵色初，你现在不过是个总经理，别得意太久。等我嫁给周南轩，做了你的大嫂，你以为你是谁？那我就等着喝你的喜酒了。等等，等等！听说你想和星海地产合作，这样，我今天约了星海集团的大少爷张天一起喝一杯，你要不要一起啊？听说？听谁说？姐姐在我身边安插眼线了。没有的事儿，姐姐要是想去的话，就自己去吧。哎，阿莫，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知道，我爱的只有你？你姐今晚帮你约了星海的少爷，你为什么不去啊？星海是咱们赵氏的重要合作方，你作为总经理不去合适吗？爸，你忘了，我酒精过敏。去了露个脸坐坐就好了，又没真让你喝。如果爸真想让我去的话，我也可以过去。这才是爸爸的好女儿嘛。跟着你嫂子，她今晚可能会出事。来，给你。赵大小姐，就等你了。哟，旁边这位小美女是？四初，这位就是我跟你说的星海集团的大少爷张天。张少，这位就是我跟你说的我的妹妹赵色初，今晚啊，就让她好好陪陪你。她刚当上总经理，正想和星海集团合作呢。人呢，我给你带来了，签合同的时候记得写我的名字。来，二小姐，赵总，咱们慢慢聊。大少爷跟你说话呢，听不见吗？要是因为你惹得我们张大少不高兴的话，小心你爸爸收拾你。张大少不是已经跟我姐姐签过了合同，还找我做什么？胡说什么呢？签约了就不能解约吗？要是因为你破坏了星海和赵氏的合作，你以为这个总经理还能当吗？四初啊，还不赶紧敬赵少爷吧？大不了我跟爸爸说，这个项目是我们一起做的。这赵家大小姐手可真够黑的啊！我本来以为她是要拿她妹妹跟张少办个合作，没想到她这是要毁了她妹妹啊！你管他呢？他说了，张少爽完，我们也可以玩。听说那赵家二小姐长得可漂亮了，咱们走，走走走走走啊！莫哥，嫂子她……我都听到了。妹妹啊，这次合同可全靠你了。我还是不跟姐姐抢风头了。这个项目是姐姐谈下来的，这杯酒
也该你来尽责。二小姐，这是不给我面子。一杯酒的事儿，喝了大家都开心。赶紧喝了，别扫兴。面子？你的面子算什么东西？凭什么让我给你面子？你他妈的给脸不要脸是吧？把他给我摁住，把酒灌下去。妹妹，你看你也太不懂事了，好好让你敬酒不听，非要惹上生气。梁有生，干什么？嫂子，没事吧？今天我能来这儿，已经是给你面子。至于喝酒，你还没有这个面子。不过这杯酒，我看我姐姐倒是挺想看的。阿生，让我姐姐陪张少喝杯酒。是，嫂子。赵四叔，你敢这么对我，爸爸不会放过你的！爸什么？你是喇叭精啊？你少拿赵星辰威胁我！你觉得他能把我怎么样？说实话，你的这些招数也太老套了。其实我连看都不想看，不过我就是好奇，你还能坏到什么地步？果然，像你这种人就不该对你抱太大希望。既然你这么喜欢喝酒，今天这杯酒，当我赏你。哎，嫂子，这个赵嫣然在你酒杯里下药，想让你被张天……哎，要不把这门锁了，让他作茧自缚？用不着，省得他又跟我爸泼我脏水。哎，不过你怎么知道我在外面啊？他之前跟我说过，会把你借给我，无论我遇到什么事，我一叫你就出来。所以我也是你们之间 play 的一环啊！哎，算了，我送你回去吧。我要他送我。走。周金墨，你还要装到什么时候？你早就认出我了。别说你只是戴了个墨镜，无论你变成什么样，我都能认出来。头发染回来了。思思，是我错了，我只是看到一张你高中的照片，就以你喜欢那个发丝。我不是喜欢那个发丝，我这个女儿啊，她从小养在乡下，没见过世面，她看到张天公子这样的人中龙凤，难免把持不住啊。你赵家居然养出这么不知廉耻的丫头，竟然在大庭广众之下勾引我儿子！哎呀，这你有所不知啊，我这女儿虽然是我自己亲生的，但是从小就养在乡下，少叫粗鄙。你放心，等我们进去以后，我就打死这个逆女。爸，你刚说要打死谁？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哎呦，那里面的人，哎呀！爸，你给老娘起来！哎呀，这太根本就不到。哎，别拍了！还好了，别动了。您不是要打死包厢里的逆女吗？来，这个顺手。哎呀，别拍了！如果现在被张天侵犯的是我，他一定会换一副嘴，朝着张家要好处。啊，这不许拍了，别拍！拍，都给我拍！今天谁要是拍到了明天的头版头条，我奖励他300万宣传费。哎呀，小周嫂，我们辛海集团跟你周家没有过节吧？为何要这么针对我儿子？他设计侵犯我老婆，怎么算过节？告诉你，我老婆她不是什么乡下村姑，
不是不忍撑腰，今天的事情我一定会追查到底，讨一个公道。哎呀，别拍了，别拍了！哎呀，给我滚开！哎，你个是鬼货！周二少的女人你也敢碰？你这个贱人，你怎么不早跟我说她是周二少的老婆？你怎么打人呢你？师傅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，都别打！我女儿被你儿子糟蹋了，今天必须给我们一个说法，你儿子娶了她！去你的吧！你说什么？没意思，咱们走吧。周听瑟瑟，赵家千金赵嫣然与西海少爷餐厅激战。其实我和阿天早就订婚了，昨天呢只不过是我们情侣之间的小情趣，还请各位媒体朋友不要过多关注，是不是啊，阿天？昨天刚订婚，也就早就订婚了。仙人跳还真是被你们赵家玩明白了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上辈子星海楼盘被爆出挖出女尸，股价暴跌，宣告破产，就在今天。楼盘女尸迷雾重重，星海焦头烂额。天哪！星海楼盘竟然挖出了尸体！张先生，是真的吗？不可能，这纯粹是无稽之谈。可警方已经出了公告，认定是你们张家所为，星海已经宣告破产。赵嫣然小姐，赵家刚跟星海签了合同，是否也面临巨额损失？是否也面临肇事破产？是。四叔，你跟周二少说说，求他救救咱们赵氏吧。你姐姐跟星海签了合同，拖累了赵氏，现在赵氏资金链断了，这很快就要完了呀。我可以试试，不过我要是真能救回赵氏，我要你名下所有的股份全部转让给我。你这不是敲诈我吗？不是，色主，我可是你爸爸呀！那你跟赵嫣然合谋，把我送上张天床上的时候，有想过我是你的女儿吗？好吧，只要能救赵氏，你说什么我都答应你。星海的料爆的不错，这次总算可以给瑟瑟出口恶气了。可是莫哥，这星海和周氏也有很深的合作，这3年后就是你选举周氏董事长的日子了。我怕股东那边知道这事儿是你干的，会对这选举造成不利的影响。星海的料居然是阿莫放出去的，前世我刚被撤职总经理，星海就宣告破产，原来一直是阿莫在暗中替我出气。阿莫，阿莫，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一点小感冒，你都听到了。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你要对付星海？你刚接手周氏，就毁掉了周氏合作商，周泽成不会放过你的。他不敢拿我怎么样，看着你受委屈，我却什么都做不了，这才比杀了我还难受。瑟瑟，我说过，我会保护你一辈子，只要你愿意，我不会再让你受任何委屈。周清墨，无论后面是刀山还是火海，你这条贼船我上定了。我这条贼船没有桨，上来了，你这辈子都别想下去了。南轩，
我们从小青梅竹马，你知道我心里是最爱你的。要不是赵色初那个贱人设计陷害我，我又怎么会和张天那种人渣扯上关系啊？你跟张天的活春宫，全网都传遍了。你凭什么觉得我会要一个婊子？何况我现在自身都难保啊！3天后就是周氏1年1度的股东大会，周金墨的呼声很高，周氏很可能会在这场会上彻底落入他手里。唉，除非什么？除非你能在股东大会前帮我找个人。什么人？京都秦家小公子秦萧。他现在是25岁的年纪，好像是要比3年后激情一些。不过，也可能是因为这一世的阿莫和我坦诚相待，不再掩饰。怎么这么疼？阿莫，阿莫！警报！警报！尾翼撞鸟，机身已失去平衡。瑟瑟，还好你不害我死了，你应该也不会难过。把我照顾好，我最爱的妻子。帮我照顾好我最爱的妻子。阿莫，是你对不对？你回来了对不对？帮我照顾好我的妻子。阿生，阿莫病了，派车来送他去医院，最好是京都医院。现在正是董事会选举的高峰时期，我怕有人会对他动手。嫂子，你别急，我这就过来。哎，嫂子，放心吧，莫哥特动队出身，这点小病算不了什么。为什么我之前从来没有听他讲过这些经历？他到底是因为什么退伍的？这个你还是等他醒来自己问他吧。要不我去买点吃的。哎，你放心，这个医院安全的很，周家的人不会找上来。赵色初，居然真是你！从小到大，我还从没对一个女生这么有耐心。你就听我的，做我女朋友，我把你捧在手心，好不好？真够劲儿，爽死了！见到哥哥这么兴奋，哥哥的内心快用完了。今天你要是跑了，我可不敢保证会对你那对开便利店的父母，还有在国外读书的哥哥做出什么事来。快点儿，来，把酒喝了。你这不是逼我吗？小哥，一起啊！你手段高，3两下就把这婊子给我制服了。来，老实点，这就脱了。小哥，你没事吧？小哥，没事，你怎么样？小哥，我就知道我们猪猪宝贝长大之后身材很顶，很好。当初酒吧一别，哥哥
想叔叔宝贝想得很呢，可惜京都有事儿，没能去找你。滚！去哪里滚啊？滚床单吗？阿莫，你醒了？没事，放心。我当你有多清高，原来也会对男人投怀送抱啊！不过你随便找个男人可没用，这里可是京都，我们秦家的地盘，我就算弄死他，也没人敢说一个字。阿莫！周清墨，居然是你！赵色初，你个蠢女人，你居然选他不选我，朝这个畜生投怀送抱！你不知道他当初是怎么被队里赶出来的？干，原来这就是阿莫一直不愿意提及特种生涯的理由吗？你干！可我可不干！滚！阿莫，我没事，思思，别怪我。阿莫，阿莫。秦大少爷，有没有兴趣做个交易啊？滚开！你也配？我能帮你得到赵色初，弄死周惊墨。阿莫，你真的回来了。今天的股东会，你一定能够得偿所愿，拿下周氏。胡说什么呢？我一直都在啊。思思，你到底是爱我还是爱他？阿莫，你还不明白吗？我从始至终都……莫哥，时间快到了，答应我，别做传奇。为什么？反正你答应我，国航比私人飞机安全，时间也来得及。我真傻，到现在才知道，你从一早就爱上了我。乖，等我回来，姚家的势力都在京都，我担心带你回去，周南轩他们会拿你威胁我。我明白。走了。今天周氏股东大会的票选记录会在新闻播报。这一时的阿莫可是比前世足足早了1年半拿到周家。选举产生新一届董事长。喂，嫂子，不好了，莫哥不见了！你把话说清楚，什么叫不见了？嫂子，你没看新闻吗？周家二少曾因猥亵女性被特动队除名。你可千万别信新闻上说的，那些都是误会。我没写，我只是心疼阿莫，居然自己一个人默默承受了这么多年。嫂子，其实还有个事，莫哥之所以让你搬出竹院，是因为他把竹院抵押出去了，他想让你重新回到赵氏，可是你爸敲诈他，问他要5000万。这个傻子！我和莫哥刚回海都，这刚下飞机，新闻就已经满天飞了。莫哥说他想一个人静静，我和他分开之后就再也联系不上他了。嫂子，这个时候只有你能找到他了。这股东大会还有1个小时就要开始了，可不能让周南轩白白得到公司啊！找他的事情交给我。对了，你知道猥亵的事吗？是谁在背后陷害他吗？是秦霄，在特动队的时候他就跟莫哥有过节，被除名之后他就疯狂报复莫哥。又是秦霄，他这个节骨眼爆出阿莫的丑闻，难道他跟周南轩联手了？周清墨，接电话。嫂子，你说莫哥会再出院吗？当然不会。嫂子，那我们现在来这儿不是浪费时间吗？那边股东大会都已经开始了。
嫂子，你要在这个节骨眼儿跟莫哥离婚啊？我那么爱他，怎么可能跟他离婚？这不是我们的离婚协议。他要跟我离婚。这是莫哥爸妈的离婚协议，一直藏在莫哥母亲的遗像后，莫哥也是刚找到。当初莫哥母亲生下莫哥后起诉了离婚，法院认定周泽成出轨，判他净身出户，所以周家的一切都属于莫哥。现在他交给你了。谁要他的钱？本来我不想撕开周泽成这层遮羞布，毕竟他是阿莫在世上唯一的亲人。可若是他执意在股东会上支持周南轩，为了阿莫，我不介意跟他鱼死网。诸位，我老了，周氏啊，迟早要交到年轻一辈人手里面。今天召开的股东会呢，咱们就是选举下一任董事长，带领我们周氏再创辉煌。这二少周金墨母家虽然显赫，但是人品败坏，居然在特动队玩弄女人，真给周姚两家丢人。就是啊，连这么重要的股东会都敢缺席，这周氏啊，要是交到这种人手里，那就毁了。可是我提议啊，由我长子周南轩继任下一任董事长。南轩为人稳重自持，堪当大任。我同意。我也同意。我们都同意。我也同意。好，既然全票通过，我不同意。我不同意。你有什么资格不同意？我没资格，你这个野种就有资格。他根本就不是周家的血脉，更是跟我公公周泽成没有半点血缘关系。赵四叔，你胡说八道！来人，把他给我赶出去！我现在是周氏最大的股东，你们谁都没资格动我。这是周董的离婚协议书。婚内出轨，净身出户。不，这不可能是真的！这份判决书怎么能藏这么多年？怎么不可能？我婆婆心善，本来想给你留点体面，可你非但不疼爱自己的亲生儿子，还屡次因为这个野种欺负他。本来我不想打您的脸，开个股东会，您体面让位给阿莫，大家皆大欢喜。可你还是选择帮周南轩伤害他，纵容污蔑他的新闻传得满天都是。所以今天这个会也没有必要开，我要周家直接给阿莫。这为什么做这样的？阿生，把不相干的人清出去，免得阿莫回来看着心烦。带走。放手！跟动！赵四初，你真的以为周金墨还能活着回来吗？你什么意思啊？秦霄已经把你们所有的事都告诉我了，我找人批你的床照，发给周金墨，所以他才会缺席股东会，返回京都替你报仇。而他想尽快赶回来参加股东会，只能乘坐专机。秦霄早已经在他专机上动了手脚，他必死无疑。不会的，重来一次，一切都变了。阿莫怎么可能还会上演曾经的结局？带走。周氏集团二少乘坐飞往海都的专机，于今日12时35分在京海交界处发生意外坠毁。怎么会这样？坠毁了！混蛋周金墨，为什么又要瞒我？周金墨，我能和你重逢一次，就能和你重逢第二次。为什么这样的痛苦还要我承受一次？难道我注定改变不了我们的结局吗？阿莫，我来找你。我不是在做梦吧？答应过你，不会再坐战机了。
瑟瑟，为什么我总是觉得已经爱了你很久很久，久到好像已经爱了一辈子？阿莫，能够重活这世上拥有最好的你，我何其有幸。